鲁班，原名公输班，生活在春秋时期，约公元前5世纪，被尊为中国古代建筑与工艺的奠基人。从小聪慧过人，鲁班出生于一个木匠世家。他发明了许多重要的工具，如锯子、鲁班尺、木工机械，甚至还有像投石机这样的工程器械，大大推动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展。作为技艺超群的大工匠，鲁班后来被尊奉为木匠和建筑工人的守护神。在中国的许多地区，至今仍保留着祭拜鲁班的传统，以祈求工作顺利、平安和巧手。他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工具的发明上，更体现在他所传承下来的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之中。鲁班出生于鲁国，今中国山东省，出身于一个享有盛誉的工匠世家，父母和祖辈都是技艺精湛的手工艺人。他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强烈的好奇心，经常拆卸并重新组装家中的物品，让周围人惊叹于他的灵巧与创意。长大后，他继承了家族的工艺事业，但并不满足于当时简陋的工具。怀着对改进木工技术的渴望，他发明了包括锯子、刨子、钻头以及著名的鲁班尺在内的多种工具。这些发明彻底革新了建筑和手工行业。他的名声传遍诸侯国，深受君主和贵族的器重，被委托设计并建造宏伟的宫殿、庙宇和楼阁。鲁班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，更是一位卓越的建筑师和开拓性的工程师，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的奠基人之一。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成为创意与奉献精神的不朽象征，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文化遗产。春秋时期，工匠精神，木匠、始祖、建筑、工艺、世家、木工机械、投石器、祭拜、祈求、工艺师、文化遗产、创新精神、宫殿、庙宇。一位卖瓷碗的老人挑着扁担，缓缓地走在宁静的乡间小路上。突然，一个瓷碗从担子上掉下来，摔得粉碎。但老人没有回头看一眼，依旧平静地向前走去。路人感到好奇，便问：“你的碗摔碎了，怎么不回头看看呢？”老人微笑着答道：“即使我回头看，它也已经碎了。”这句话让路人沉默不语。在人生中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无论我们多么伤心遗憾，也无法挽回。重要的不是一味回头，而是学会接受、放下，并继续向前走。因为很多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的悲伤而改变结局。唯有放下，心才会轻松，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。鲁班的遗产。即使历经数千年，鲁班这个名字在东亚人的生活中仍然是一种智慧与劳动的永恒象征。他不仅发明了许多实用的木工工具，
更留下了一套职业精神的价值体系，那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的严谨、精确与全情投入。在许多传统手工艺村落中，工匠们在开始一项重要工程前，仍会焚香祭拜鲁班，祈求施工顺利、结构稳固。他所传承下来的原理，如使用鲁班尺的测量方式、选择动工吉日等，并非迷信，而是融合了技术、经验与信仰的智慧体现。鲁班不仅是木匠的祖师，更是一位唤醒人们对劳动价值敬重的人物，成为无数代工匠心中的精神源泉与灵感之光。